好，可以。那今年我们家餐桌就你了。小伙伴们，新年快乐！最近总能听到关于瘦肉精猪的消息，这让我想起了我以前奶奶养的那种本地土猪，就是以前我们农村养的不喂一丁点饲料的猪。现在城里的小伙伴呢，可能这辈子也没吃过，或者见都没见过。那今天就大家就去看看，探索一下农村土猪。我记得小时候，每年到快过年的这几天。 然后我们村里面的人，像我奶奶那样，就会在这样的一个猪寮，一般这里都会养的1、2头猪。这个时候呢，就会把它们拉去宰了过年。像这种猪寮真的是非常的简陋。但是现在就算是农村呢，像我奶奶当年那样子养土猪呢，也已经基本没有人养了，因为已经基本不挣钱了。所以就算是我们现在农村人呢，吃的也是从养猪场出来的饲料猪了。不过毕竟我是在农村嘛，还是可以看到这种农村土猪。 这个小小的猪圈就这样子养了2头，现在它们都是可以上市的了。还是我家那个猪圈要大一点。然后这里，这是一只5年的老母猪，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老母猪了。现在这一只呢，起码有400多、500斤了，这些都是它们的小孩子。像它呢，1年可以生2胎，怀孕4个月它就可以生孩子了，一胎有10几只，真的非常的能生啊。 球。像这些小猪仔呢，它每年的行情都不一样。去年40斤的这种小猪啊，一只可以卖2000多，然后今年呢就可以卖个1000多块钱，这样老板又可以多挣一点了。有点再说一下哈。这是刚出生20多天的小猪仔，吃得好的它就长那么大了。像这只吃不好的，它才这么小。你看它们从小吃奶的时候竞争就很大了。同样是同一胎，有些可以长那么大，有些就那么小。如果它一直这么小的话，我觉得可以养一只当宠物。因为小时候我们家养过猪，所以我从小就知道猪比狗聪明多了，是不是非常可爱？我管啊！而且呢，它们非常的爱干净，它会固定的地方拉屎，你只要稍微教好它，就是有点懒。它们长大的时候呢，能躺着，绝不站着。像我们的饲料猪喂5个月，它就可以上市了。而我们这种农家喂养方式的土猪呢，像这2只呢，它已经是10个月才能长这么大。 可见的经济效益有多差了吧？像它养这么大，饲料猪都可以上2批了。红那些猪呢，好像本个猪叫啊，一7条价。这也都哪个对给哪个？对给哪个？哪个去夹肉啊？呀啊，那个肉这都没个。簡單做嘅你似10萬個月。10萬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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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大的10塊。找咩塊？放豬肉。這個切菜哦。哦，你這個7條做一個勁好食啲嘅嘛？這個好食，做那弄啊，做光米個的弄啊，應該就做那啲的，安心溜溜。哦，好食。好吧。哦，这是老板的菜园。 这就是种给他们猪吃的番薯叶。这炒家的好凉啊！哦，这炒好凉啊！炒也好吃，炒也可以吃。炒了啊！我们的猪肉也可以吃，炒也可以吃。因为老板家是酿酒的嘛，然后他每天要用80斤这样的珍珠米，然后用这个可以酿出50斤的白酒。啊，50度的酒。哦，它的米香好香哦。米香50度。 那你们造酒在这里不是附近闻名了？几十年，老板在这里酿酒已经30多年了，哇，在附近非常有名啊！你看这米酒，哇，真的好香。不过要开车，有小俊哥喝。这么多我喝不下。那你喝一口嘛，尝一下。尝一下。好呢。好不好？还可以。所以呢，它每天有大量的就像这些酿酒后的酒槽，然后加上这些麦皮，太放了。我小时候就是这样给他们按摩的，奶奶的猪我这样一按，然后它就会乖乖的躺下去，然后我这样子给它刷。好，可以。那今年我们家餐桌就你了。那这边。
我不会杀猪，我主负责烧水。这种猪没别的，就是肥。我们现在把它分开。这一块就是绑油，就是我妈经常拿来榨油，然后用来炒菜的。这样子炒出来菜非常的好吃。像我们这种本地猪呢，它这样子出来的非常的肥，还有这个绑油也比普通的饲料猪要多很多。这个就是猪脚，我们这边龙江猪脚饭用的就是这个部位。这个是它的猪脑，我除了猪屁股，就差这个猪脑没有吃过了。这个猪宰好总共222，它算我们拿货价22块5，总共是5000块钱。这个是猪脚，拿去卤。来过广东工作的小伙伴都应该会有吃过龙江猪脚饭。我决定来到当地这里偷师学艺。这样子吃过之后呢，那我们就来试一下吧。总耗时8个小时，用龙骨跟筒骨熬出来的高汤呢，这样炖出来猪脚，哇，绝对美味。虽然说是猪脚饭，但是其实我们吃的只是这个猪肘而已，因为猪脚其实也就这么点。就单单这些卤汤，我可以用它干3大碗白米饭。哇，没有一丁点味精的那种甜，哇，太美了。肥而不腻，哇，肚子饿的时候来上一口，真的不要太幸福了。我要鸡。看了。爸爸放弃，爸爸放弃。不做。过去啊。好吃吗？好吃。这里也有。这里还有，都掉了。不能掉地上啊，粒粒皆辛苦。我们出去找奶奶喂你，好不好？找奶奶喂你，走，走。我们这样子养出来土猪肉呢，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非常的肥，这个也是它的缺点，因为毕竟它就那么一个小的猪笼子这样子养出来的。我还另外买了一份饲料猪的五花肉，你看这样子一对比，非常的明显。所以我们一般人去菜市场，我相信这2份五花肉，大家肯定会选这样一份五花肉。所以这种土猪肉呢，就算它养的月份很长，但是它的价格其实是跟饲料猪差不多的。所以这就导致了我们这边现在养土猪的也已经越来越少了。老板也只是因为它酿酒，然后很多酒槽这样子倒掉又浪费，所以他干脆兼养着猪。但是相比之下呢，我们土猪肉的腥臭味呢，要比这个饲料猪要少很多，起码要少2倍以上。这个真的是好臭。这真的是淡淡的猪腥味，所以这种土猪肉的猪骨头呢，用来熬汤是我们这边最受欢迎的。不过怎么说呢，其实饲料猪也有很多优点，缩短了养殖的周期，降低了猪肉的成本。那些综合营养全面的猪饲料呢，猪吃了也会很健康。但是如果为了利益加什么瘦肉精啊、抗生素啊，还有催长剂什么的，乱七八糟的，特别还告诉大家吃瘦肉精没事的那些人，真的太不要脸了。像你这家养猪的老板呢，毕竟他的猪都是吃的是酒槽嘛。以前我奶奶养猪的时候呢，都是去种一些
番薯叶啊、猪吃菜啊。还有一些地瓜什么的，再者就是吃我们的剩菜剩饭长大的。不过可惜这样的猪呢，估计以后我这辈子还有我们可能再也吃不到了。好，那本期视频就是这样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，一定给我多多点赞。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等等，顺便把这最后一个我没吃过的猪部位给尝一下吧。我看网上好多吃过的人都说这道脑花真的非常香。那我们试一下是什么样的味道。确实非常好吃，没有什么异味，像豆腐一样。那小伙伴们，你们有吃过吗？